大家好，自中国祭出稀土这张牌后，让西方相关国家慌了神，相关行业受到极大冲击。因为只要中国管控稀土出口，短期内他们束手无策，一些企业只能停工停产，一些武器也造不出来了。中国这张牌打得真是太好了。同时，一定要大幅提高稀土的出口价格，反正他们找不到替代，早就该提价了。据奥地利标准报报道，现在欧洲部分工业企业已开始动用战略储备，而且他们的生产也只能维持数周，可以说他们如热锅上的蚂蚁。美国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知道陈建国是怎么想的，还在等习主席主动打电话吗？我们来看看奥地利标准报关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后，欧洲全面告急的报道。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反制美国的武器，令欧洲库存告急。中国近期出台新政，由国家掌控关键原材料出口许可，欧洲部分工业企业已开始动用战略储备。无许可不出口，规定虽简单，影响却深远。中国政府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以及与欧盟的争端中，祭出了一把利剑。某些在全球市场上几乎仅由中国供应的稀土被限制出口，这些原材料涉及电动汽车、智能手机、计算机、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还包括无人机和激光等现代军事技术。只有中国领导层才知道是否会恢复出口，何时恢复以及出口的规模和流向哪些国家。未来几周内，中方将就出口管制体系的具体实施细则作出决定。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部分美国企业，尤其是涉及军事领域的企业，将被列入一份受到严格监控的清单。此举意在向美国政府传递一个信号：中国能采取的反制手段远不止关税这种。停止供货，即便抛开美中冲突不谈，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也已产生实质性影响。欧洲行业代表预计，相关原材料的交货期将至少延迟6到8周，前提是这些货物最终能获准从中国运往欧洲。柏林原材料贸易商 Noble Elements 总经理克罗尔向德国商报证实，即便合同款项已付，货物仍被扣押不发。该公司向中国供应商订购的7种重稀土，原定4月中旬发货，但只要中国海关未予放行，货轮便始终停泊在港口，无法起航。尽管欧盟官员确信被限制措施明确针对美国，延误仍令欧洲企业头痛不已。无人知晓中国当局的供应链审查将持续多久，以及最终能否获准出口。这套高度官僚化的审批流程往往不提供任何进度说明。欧洲毫无准备，对许多欧洲企业而言，眼下唯有等待。毕竟，受影响的重稀土几乎100%来自中国，根本别无选择。同样受限的稀土磁体，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等，也有80%依赖中国供应。德国商报援引某磁体回收商称，欧洲尚未做好应对稀土长期断供的准备。为工业客户采购储存稀土的贸易商 Tradium 的有关人员预计，交货延期将长达3个月之久。新冠疫情的教训，至少疫情期间的供应链中断，让许多企业学会了建立应急储备。电子和汽车行业的企业已建立库存，可维持数周运转。但业内人士表示，若没有新货源，几乎没有企业能撑过2个月以上。因此，一些企业担心，若情况不尽快改善，生产将被迫中断。德国电锯制造商 Steel 的生产主管向法兰克福汇报表示，目前我们的库存充足，可维持未来几周的生产。此外，我们正在与供应商商讨是否可改用其他稀土品种，或从其他国家采购。但说来容易，做来难，毕竟几乎没有企业愿意动用自己的原材料储备。唯一能吸引卖家的是供应短缺催生的涨价行情，但全面转产其他稀土也并非处处可行。德国金属贸易商仍抱有希望地表示，目前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不至于面临断供。
归根结底只是价格问题。库存解燃眉之急，却也拖累企业。汽车行业传来些许宽慰，梅赛德斯奔驰明确表示，短期内生产不会受到影响。不过，该集团坦言，尚无法全面掌控哪些供应商受影响最深，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摸清状况。奥地利汽车供应商联盟的相关人员表示，该国目前尚算平静，还未接到相关抱怨。这或许因为奥地利的供应商多处于供应链上游，常直接对接制造商，但必须密切关注事态，并寻找潜在替代方案。他特别指出，许多企业自疫情之后扩大了零部件和原材料库存，这将在紧要关头发挥作用。但他也抱怨到，这些库存占用了资金，而我们在当前转型期本急需这些资金。法兰克福汇报报道，面对这一僵局，德国多个依赖原材料的行业正呼吁建立国家稀土储备。据测算，仅需2000万欧元即可确保4个月的供应。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如此一来，稀土至少算是名副其实了。继续往下，欧盟境内本可以开采稀土，但谁愿意与矿山为邻？这如何与自然保护法规相协调？难道不会对鸟类和其他动物造成危害吗？再往下，关于最后一段，既然建立应急储备如此简单又便宜，为什么这些亲爱的行业代表们不自己动手呢？或许比起自担风险来操办，要求政府补贴要容易得多吧。我们看跟贴，我也有完全相同的想法。2000万欧元对奔驰或大众这样的巨头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他们却只会抱怨。或许本可以把供应链法当作提高韧性的工具来利用，但这需要他们更有远见才行。继续往下，这些观点对我来说有些过于笼统，而且对奥地利的具体情况琢磨不足。奥地利国内一些知名企业极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这些原材料。虽然不想听起来太讽刺，但事实是，或许只有当稀土价格上涨时，人们才会终于开始：一、认真推动稀土的回收利用计划；二、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考虑周全，避免将多种微量稀土混用在单一产品中，导致后期依赖过大而难以分离。再往下，欧洲是否真正从克里米亚事件、乌克兰战争乃至新冠疫情中吸取了教训，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好，我们看这位网友跟贴说：当然有啊，我在一家物流公司工作，我们在地下150米处建有一个防核爆货架仓库，面积达1.5万平方米，高15米，里面储存着最优秀的手指，以备不时之需。再往下，既然应对措施如此廉价，仅需2000万欧元，那么这些措施至今未被采纳，实属政府与企业双重失职。我们看跟贴，或许中国正希望我们尽快大量采购其稀土，以尽快获取资金。毕竟过去5年，他们的经济状况确实不太景气。好，德国之士来点评一下，大家觉得这跟贴是不是很弱智？可能受到了他们的媒体洗脑，他以为过去5年中国经济快崩溃了，而且竟然认为卖一点稀土的钱能提振全中国的经济。报道中提到战略储备仅需2000万欧元，也就是1.6亿人民币，这点钱算得了什么？不过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西方人确实没有什么智商。第二，也反映出中国卖的稀土太廉价了，必须得大大提高价格呀，不是提高1-2倍的价格，而是更多，你们说呢？好，看下条评论。欧洲对所有事情都毫无准备。我们看跟贴，欧洲的备战水平与欧盟委员会的执政水平如出一辙，尤其是那位前国防部长冯德莱恩以及人如其名的伟大奥地利前财政部长布鲁纳。继续往下，
真是耐人寻味呀！在极权主义中国又一次领先我们民主国家一大截的同时，我们却还在拼多多、Temu 上成吨购买免税商品，通过 TikTok 等平台把我们孩子们的资料源源不断送往中国。说到底，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总想走捷径，省时省力嘛。下一则，这正是美国长期实施的刺激制裁手段，中国这次算是师从美国了。看跟贴，美国不就在芯片领域这么干过吗？他们不是威胁过众多企业，若向中国供货就将实施制裁，对不对？继续往下，若这些资源在工业领域的确无可替代，欧盟各国理应共同开发，以我们的环保标准进行开采，这对全球环境无疑更有利。当前这种我们洁身自好，绝不开采某些资源的虚伪做派并不公平，尤其是当我们仍在持续使用这些资源时，环境保护需全局考量，我们的标准最为严苛。经济依赖从来不是好事，特别是对那些难以琢磨的朋友或敌人而言。看跟贴，你愿意花3000欧元买一只手机吗？继续往下，各国均有权决定何种资源可以出口或进口，区别在于审批程序。在准专制国家，这一过程自然要简便得多。再往下，需要明确一个重要事实，全球在稀土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核心问题不在于矿藏储量，而在于这些原材料的加工和提纯工艺。因此，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替代方案都理应存在。看跟贴，在稀土加工领域，中国几乎形成了垄断。我记得中国的市场份额大约在70%至90%之间。我们看另一跟贴，问题在于稀土加工造成的环境破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导致各国都不愿在本国承接这类产业。下一则，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居然要在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面前求爷爷告奶奶，这剧情啊，真是骗都骗不出来啊！看跟贴，中国实行的并非共产主义，更准确地说，可将其定义为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组织的资本主义寡头政体。这种体制近乎独裁统治，俄罗斯的体制架构也与之类似。看跟贴，唯一还称得上共产主义的，就只剩下这个名号了。再跟贴，中国奉行极端资本主义，那个政党中共如今不过是徒有其表的装饰品罢了。下一则，进口中国汽车，然后回收稀土吧。继续往下，尽管欧盟官员坚信中国的稀土管控措施明确针对美国，但中国凭什么要向欧盟供应稀土呢？欧盟这个经济联盟仍与美国紧密捆绑，这个组织的政客不断挥舞着道德大棒指责中国，其成员国更与中国的亲密盟友处于准战争状态。倒不是说欧盟的目标从自身观点来说有什么错，但北京方面对此显然持不同立场，无论欧洲人是否乐意接受这点。再往下，没错，那个顶着橙色面孔的家伙特朗普绝对想不到中国人对特朗普加征的关税会还以如此漂亮的反击，而且中国还占据着更有利的战略位置。美国政府的整体行事风格在所有领域都显得目光短浅，简直愚蠢至极。不过这种愚蠢做法遭殃的可不止美国自己。下一则，美国对中国实施高端芯片禁运无人在意，他们只关心那些用来制造一次性手机的稀土材料。继续往下，也是最后一条评论。这类报道能否先交代那些微不足道的背景？比如，凭什么无凭无据就要剥夺中国的发展权？为何阿斯麦连光刻机都不准卖给中国？美国大搞刺激制裁时，怎么没人吭声？
连国际金融体系都被美国武器化，又当如何？然后再进入正题不迟。报道中理应包括欧中关系回暖的态势，以及冯德莱恩和安东尼奥·科斯塔受邀访华事宜。报道更该追问，若确保产品不流入美国，中方是否恢复供应稀土？说来讽刺，既然美国都能促成中日韩及东盟走近，欧盟向亚洲板块靠拢，岂不是更明智且具战略眼光吗？好，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